各位朋友们，最近我刷视频看到有些大陆网友对台湾人骑摩托车、租房住这种事指指点点。哎呀，台湾人也太穷了吧，买不起车也买不起房哎。我一听这话，脑子里直接蹦出4个字：无知者无畏。你们这些键盘侠到底知不知道台湾的地理条件、人文文化、经济模式，还是只会看图说话？今天我就给大家上一课，聊聊台湾人骑摩托车、租房住背后的硬逻辑。台湾落后才有一堆的机车，在大陆现在即使是农村地区，轿车也非常的普遍了。看这个影片是不是像越南呢？告诉大家，这里不是越南哦，这是中国台北哦。台湾人都吃不起饭、住不起房，要靠捡垃圾为生，因为在台湾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。先说摩托车，你们真以为台湾人买不起汽车？每次看到台湾街头的机车瀑布，总有些大陆网友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切，连汽车都买不起，太寒酸了吧？我只想问一句，脑袋是拿来装草的吗？台湾机车文化才不是你想的那么 low。常常有很多朋友质问我说，台湾的机车、摩托车这么多，是不是因为台湾人很穷啊？不然为什么都不买车呢？台湾人为什么这么喜欢骑摩托车？首先，台湾的公共交通发展太慢了，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，而摩托车不仅方便、便宜，还容易停车，自然受到了大量民众的欢迎。其次，因为台湾省时个岛，道路窄、弯道多、坡道多、路口多，短距离出行比汽车方便，而且当地气候温暖，不会冻手冻脚，骑摩托车会比较舒服。综合多种原因，造就了台湾独特的机车文化。台湾的摩托车不是买不起车的无奈，而是有车也不想开的智慧选择。为啥呢？首先，台湾的城市规划以紧凑著称，大街小巷里转弯掉头，摩托车那是真香。开车，呵呵，你可能刚挂上2档，别人都骑到目的地了。然后是因为摩托车停车方便，省钱省事。说到台湾的停车费和大陆也差不多，特别是繁华地区，那是真割心割肉。骑个机车随便路边一停，既不花钱也不浪费时间。再者，文化传统接地气，台湾人从小就对机车情有独钟，连家里的长辈都能骑得飞快。你说买个汽车就能显得富了吗？反观咱们大陆的汽车文化，很多人买车的动机可真是耐人寻味。会介意啊，如果我买不起车子跟房子，那以后压力多大呀？我可不想跟他吃苦啊。俗话说得好，长得好不如嫁得好，为什么不找一个条件好的嫁？就算我同意，我父母也不能同意。不介意啊，我不是因为拜金才介意，我是觉得一个男的要是结婚后连车子房子都要贷款的话，那他就不应该结婚。有些人贷款买个10几万的车，开着还觉得心虚，不够体面。还有人把车当婚姻敲门砖，没有车，丈母娘都不让进门。说白了，很多人是为面子买车，而台湾人是为日子骑车。你说到底谁更穷？你一年能挣到100万吗？你是不是觉得台湾很穷很落后？去年它已经超过日本，超过新加坡，位居亚洲第1，全球第5。在广东路边经常有僵尸车长期停放，这些车竟然还是工厂里面的工人买的，难不成这些人都挣到大钱了吗？事实的真相让人心酸，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工厂里面上班，甚至还有一些工厂连周末休息都没有。那他们买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这些人买车无非就是为了面子，他们看见别人有了车之后，自己心里就会感到不平衡，哪怕是贷款零首付也要买一辆车。而有些人1个月工资才3000多，他就敢贷款买一辆10几20万的汽车。买车对他们来说，汽车可以不开，但必须得有。其实这些为了面子去买车的人，他们买的不是汽车，而是一颗攀比的心。接下来说说租房这个事儿。先以租房为提前为标准吧，先租房子，因为现在薪水很低啊。应该会先租吧，然后就先筹一笔钱啊。目前打算还是先暂时租房，房价的价格压力。台湾的年轻人租房多，没错，但问题是，谁说租房就穷了？真相是，台湾人比你们务实多了。台湾人不买房，不是穷，是精明。首先呢，台湾的房价确实也比较高。1500人民币在台北可以租什么样的房子？591是台湾最大的租房平台，上面的房源基本都是真实的。我们先从台北市的套房看起吧，看来5000左右有独立卫浴的套房，几乎都是学生套房，房东不爱租给上班族。
再看看其他的吧。龙山寺这个套房要1400人民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北投关渡，1500人民币的房间，你想住吗？哇，这个离台北101不远的套房，月租竟然不到1600，还只限女性，是好选择。看一下1800一个月的单间怎么样？的确，采光和空间都好多了。再来看看新北市吧，一样从5000台币看起，这个价位也是学生套房为。与其背一辈子房贷当房奴，还不如租个舒舒服服的地方住。还有，台湾人觉得租房更灵活，工作调动、人生选择都有更多余地。万一看房东不顺眼，打包走人就是。台湾年轻人觉得租房更自由。再就是台湾的房产继承很普遍，台湾很多年轻人迟早都会继承父母的房子，用不着急着自己买。反观我们大陆，这个买房文化真的是够拼的。如果买一套房需要掏空6个钱包才能买得起，那意味着购买力已经枯竭，因为这个价格透支了几代人的积蓄。当6个钱包的钱都掏完了，下一步没有钱包可掏了，结果是什么？我不说，你知道的。楼下夫妻因为失业没钱付房贷了，断供了，房子就被银行收回去拿去拍卖了，可结果拍卖的价格却很低。到最后呢，这两口子不但房子没了，首付没了，过去3年每个月的还本付息也清零了。这还没完呢，他俩还要欠银行60万，房子没了还要还60万给银行。朋友们，看到这两夫妻的贷款买房，后来断供，房子被银行拿去拍卖的最终结果，可怕吧？所以大家今后想贷款买房，一定要谨慎考虑清楚，能全款就全款吧。结婚前，男方得买房，孩子上学，学区房还得买。你看这路数，感觉买房已经不单是需求，而是被绑架了。但问题是，你买得起吗？就算买了，银行的房贷能压得你喘过气来吗？过去20几年，房价翻了多少倍？大陆网友心里没有点数吗？现在我们每个月要花5000块钱的房贷，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的话，一个月呢只能赚4000多块钱，然后还有小孩。台湾人租房不是因为没钱，而是因为比你们更懂生活，更享受自由。大陆人买房看着有钱，但其实有时候是活得没得选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说到这儿。总结一句，台湾人骑机车是因为它方便灵活，不是因为买不起车。台湾人租房是因为务实自由，不是因为买不起房。所以啊，键盘侠们与其坐在屏幕后面嘲笑别人穷，不如先看看自己那点虚荣心作祟。生活的本质不是为了面子，而是过得舒心自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有什么观点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聊聊你的看法。咱们下期见。